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国有多少人的财富在快速缩水？中国经济有7大泡沫正在破裂，为什么这些泡沫都来自于一个泡沫？今天我和大家聊聊有关中国经济的话题。另外，围绕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关键事件。在谈中国经济前，我先聊聊西方阵营是如何连出3拳，稳住俄乌战争中向俄罗斯倾斜的天平的。人类大部分战争都不是以全歼对手为战争终结点的，绝大多数战争都是以某种方式的谈判协议而最终停火的。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给谈判增加筹码。乌克兰战争最终将以谈判的形式结束，这一点是毫无悬念的。问题在于最终达成的协议到底会是什么？目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处于绞肉机般的残酷厮杀状。在战场之外，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在国际外交战场上全力运作，努力为未来的谈判设定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初始条件。举世闻名的波尔根施托克酒店坐落于瑞士中部阿尔卑斯山的一座山基上，俯瞰着美丽的琉森湖。想要到达这个酒店，你需要乘船或坐缆车穿过湖面，然后搭缆车爬上山坡。一路上，阿尔卑斯山的迷人景致会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幻觉。乌克兰操办的全球和平峰会于6月15日和16日在这里召开。这个峰会是乌克兰过去2年多国际外交的巅峰硕果。选择这样一个地点来举行这个世界和平大会，也许一个目的就是这个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会让人更容易接受一个表面上有些脱离现实的和平方案。早在2022年10月1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G20 巴厘岛峰会上提出了乌克兰一方的10点和平方案，包括核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释放战俘和被俄罗斯绑架的乌克兰儿童、恢复乌克兰2014年时的边界、俄罗斯全面撤军和停战、对俄罗斯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对战争造成的生态损害评估、建立防范未来俄罗斯侵略的保障体系，以至建立国际多边和平会议机制等。这个10点和平方案中特别有2点，一是要求恢复乌克兰2014年时的边界，也就是让俄罗斯把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也吐出来还给乌克兰。2要求对俄罗斯的战争罪行和核心人物进行审判，这其实是要俄罗斯把普京交出来让世界审判。虽然这2点在我们普通人聊天时，依照常规人中的是非曲直的概念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要求几乎等同于2战时德国和日本被彻底击败无条件投降后他们和盟军签署的条款。因此可以想象，俄罗斯对于这些和平协议的回应核心就一句话：绝对不可能实现。为应对乌克兰在瑞士举办的全球和平峰会，在最近一次讲话中，俄罗斯的普京也提出了一系列俄罗斯一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条件，也就是谈判的前提是乌克兰军队从顿涅茨克、赫尔松、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4个前线地区撤军，把这4个地区交给俄罗斯控制。此外，普京还要求乌克兰保证保持中立，永不加入北约。同时，普京要求西方解除自2022年全面入侵后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还强调，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将带领俄罗斯投入和乌克兰无限期的战争。而且普京宣称，目前战场前线的情况将继续向有利于俄罗斯一方面变化。如果乌克兰不答应现在这个谈判条件，未来的谈判条件会对乌克兰更苛刻。显然，俄罗斯军方给普京汇报的前线战况让普京信心满满。对于普京开出的这些条件，乌克兰方面立即予以否决。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普京的言论表示他不想真的谈判，普京的这些条件实际上等同于让乌克兰全面无条件投降，让乌克兰从此变成俄罗斯的附庸国。显然，双方目前各自提出的停火条件没有任何交集，他们的条件
都默认战争场景都是自己一方已经在战场上全面击垮了对方，对手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战场的客观现实却和这个默认的场景截然相反。战争双方目前都陷于一场绞肉机般的僵局中，每天都以数以千计的双方士兵死伤，而战场前线每天的变化都以米为单位来计算。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停火条件是如此的南辕北辙，有人可能会沮丧地认为乌克兰战争将变成一个无限打下去的、无法结束的永远战争。对此我倒不那么悲观。任何谈判的起点，双方当然都是从最有利于自己的位置来报价。谈判起点的巨大差距并不意味着谈判绝对不可能最终成功。数十年前，我的母亲在中国的服装市场上就教会了我这个认知。当年我母亲在服装市场上给我买衣服时，卖主的初始报价和我母亲的初始还价都让我立刻感觉两人都在开玩笑。最终虽然不是每次双方都能达成一致，但是的确有很多次，我都是一边拎着衣服从店里走出来，一边脑子里惊愕地回忆着卖主和我母亲是如何不断地在谈判中把双方开始如美国大峡谷一般宽阔的价格鸿沟，最终给一点一点填补上，最后而达成共识的。乌克兰一方对这次瑞士和平峰会最初是抱着巨大的期望的，希望能够利用这样的大范围国际集会，让国际社会全面接受乌克兰一方的提议。为了这个会议，乌克兰已经运作了1年多。2023年6月，在哥本哈根举行首次顾问级会议，有15个国家参加。8月，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举行的第2次会议，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0个国家参加。10月，在马耳他召开的会议，参加的国家增加到60多个。2024年1月14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会议，81个国家参与讨论。这次瑞士和平峰会最初有10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承诺要参加，其中包括美国、欧洲、中国等世界所有的主要国家，但是偏偏没有邀请参战的另一方俄罗斯。俄罗斯非常清楚，这样的全球峰会很可能会决定未来双方谈判的初始点。普京5月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几乎立刻出访了中国。普京5月17日结束访华，中共在5月31日就宣布不会参加这次乌克兰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俄罗斯。中共不但自己不参加，而且借助他对亚非拉一些穷哥们用钱买来的影响力，呼吁其他国家也不要参加这个会议。结果最终只有92个代表团出席这次和平峰会，而且参加此次峰会的代表还表示，这一次会议只讨论乌克兰的10项和平条款中的3个方面，例如核与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航行自由等。说来说去，其实都是些世界其他国家关心的问题，和乌克兰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大。换句话说，讨论的重点回避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更尖锐的，但是对乌克兰更关键的和平方案中的条款，这就让这次会议的意义对乌克兰大打折扣。过去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对中共一直有幻想，为了不把中共完全推入俄罗斯的阵营，对中共私下从军民两用的渠道支持俄罗斯战争能力的行为，一直回避进行直接的批评。乌克兰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乌克兰为中共军事技术发展提供过关键的帮助，在战争前和中共关系也不错，中共至少会从表面上在乌克兰战争中保持某种形式的中立态度。但是这次中共在对乌克兰如此关键的国际事务上，如此明显地站在俄罗斯一边，从而站在了乌克兰的对立面上。泽连斯基终于忍不住，首次在公开场合强烈谴责中共这种背后捅刀子的行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军事实力、人口数量、经济体量等各个方面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样的交战双方原本是不可能进入当前的战争焦灼状态的。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就如同一只按在天平的乌克兰一方的大手。正是这只大手在保证着天平两边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处于一个
平衡的状态。每当乌克兰胜利高歌猛进时，这只手就会放松一些，而每当乌克兰在战场上被俄罗斯逼迫的处于危机状态时，这只手就又会用力帮助乌克兰，保证天平恢复平衡。2023年夏天，乌克兰的反攻失败，随后美国的军事援助又被延迟了，结果造成过去几个月俄罗斯军队逐渐在战场上占据了主动权。不但在现有的战场上，俄罗斯反守为攻，不断蚕食乌克兰占领的地区，俄罗斯军队更在5月10日对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发起进攻，在乌克兰东北部开辟了新战线。俄乌战争的天平明显开始向俄罗斯一方倾斜。面对这样的局势，美国和西方盟友快速行动，在短时间内连出3拳援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让乌克兰的局势在短短几个星期就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第一拳在4月底，美国国会内部快速达成共识，批准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多国首次有条件同意乌克兰可以用欧美援助的武器直接攻击俄罗斯本土的军事目标。这些行动的效果在战场上立竿见影。乌克兰通过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俄军补给线的打击，快速遏制住俄罗斯针对哈尔科夫展开的新战线，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第二拳，美国财政部6月12日宣布，大幅扩大对俄罗斯的2级制裁计划，被制裁实体数量从约1200家增加到4500多家，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等银行。世界上任何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进行交易的金融机构，都将被视为直接与俄罗斯军事工业合作，从而可能面临被美国踢出世界金融体系的风险。这项追加制裁的措施同时针对俄罗斯和中共，它针对中共企业钻此前制裁的漏洞，试图堵住中共企业以军民两用产品的途径间接支援俄罗斯军工生产的行为。美国宣布的追加制裁给俄罗斯的金融系统造成了巨大混乱，引发多家俄罗斯银行担心因银行挤兑而崩溃，因此多个俄罗斯银行以网站瘫痪为借口停止受理客户服务，连莫斯科交易所也无法登录。同时，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也大幅度贬值。因担心卢布崩溃，财务顾问明确建议俄罗斯企业暂时不要达成任何以卢布计价的交易，造成很多俄罗斯外交生意停摆。欧美最新打出的第3拳是最奇特的。在6月13日的7国集团峰会上，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向乌克兰一次性提供约500亿美元的贷款。西方7国向乌克兰提供贷款本身没有新奇的，关键一点是乌克兰自己不用给西方7国还这笔贷款的钱，那谁来还呢？让俄罗斯来给乌克兰还这笔钱。欧美利用他们目前扣押的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获得的利息来还这笔贷款。这一拳对俄罗斯的伤害性很大，侮辱性更强。而且这一决定也标志着欧盟和美国在如何处理被扣押的俄罗斯央行资产的问题上，终于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并向前迈进了关键一步。我们知道，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初，欧美就决定冻结俄罗斯央行在欧美银行系统存的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资产。但是冻结不等于没收，冻结的意思是这钱的主人依然是俄罗斯，欧美银行只是不让俄罗斯用这笔钱支持他的战争和战时的俄罗斯经济。随后，美国和欧盟对如何利用这笔冻结的资产出现了分歧。这些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大多是存在欧洲的一些银行的。美国希望把这些资产现在就用某种形式补偿给乌克兰，但是欧盟的国家还是不想开这样的先例。不管俄罗斯做得多过分，把人家存在自己这里的钱说没收就没收了，听起来还是不好听，对欧洲一些银行的信誉也不好。但是麻烦的是，这价值3000亿美元的资产不是一捆一捆的现金的形式存放在这些欧洲银行的保险箱里，如果是那样，
一切还好办些。最初，俄罗斯央行其实是用这些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的欧美各国发行的国债的，而这些国债每年要在不同的时间付利息的，也就是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政府要给俄罗斯拥有的国债的账户里付利息的。比如比利时托管机构欧洲清算持有约13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去年通过投资安全债券赚取了约44亿欧元的收入。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由于欧美目前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管理俄罗斯外汇储备的这些西方金融机构不能对俄罗斯的债券利息收入进行再投资，结果是这些欧美银行在他们资产负债表上积累了名义上属于俄罗斯的大量现金，而这些现金在财务上是被记为这些银行的负债的，算是银行欠俄罗斯的钱的。但是对于这些钱，银行又不能像他对待其他存款一样，可以用来搞投资或贷款的方式把这些负债变成银行的资产，所以这些钱就像是被冻住了一样，只能放在那里，银行自己也不能用，同时还得给俄罗斯不停地进一步付利息。而且这还会对这些银行的资产质量和风险评估数据产生负面影响，让这些银行的很多监管数据显得非常不健康。因此这笔钱就变成了这些银行的一个大包袱。七国峰会的这个决定明显是一个折中的策略，一方面他依然承认本金是俄罗斯的，所以不算是无辜没收别人的资产，另一方面他们把利息分给乌克兰，既解决了乌克兰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又惩罚了俄罗斯，还解决了一些欧美大银行持有这些俄罗斯投资利息的困境。可能有人会问，干嘛不直接把银行的俄罗斯的账号中的利息给乌克兰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说是欧美国家给乌克兰提供的500亿美元的贷款，然后再用俄罗斯账号中的利息来给欧美这边还贷款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利息是一笔一笔付的，而且随着利率的调整，未来到底有多少利息是个未知数，这就让乌克兰一方非常不容易做预算和计划。但是欧美一次性给乌克兰500亿美元贷款的方式，乌克兰就可以一次性拿到所有的钱，这对乌克兰来说最方便最省心。但是这个方式的负面因素是，欧美国家就要承担未来利率波动的风险了。很多欧洲国家一如既往的希望美国能做常规的冤大头，来给这笔钱未来的风险提供某种形式的担保。所以虽然七国集团宣布了这个用俄罗斯的利息的钱给乌克兰的新贷款计划，但是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大概到今年年底才能彻底理清。从另一角度看，欧美直到现在依然是对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只冻结但不没收，这也是在给未来和俄罗斯走向谈判桌留一条退路。归还俄罗斯的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一直会是双方未来谈判中欧美一方的一个筹码。好，俄乌战争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先谈在这里，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经济方面的话题。最近我看到一个中国网上的视频，是说一个人，我们就叫他 A 先生。A 先生感叹命运实在是对他不公。他说他有一个中学同学 B， 在上学时就不如他用功，成绩也不如他。大学毕业后， A 先生找到了高薪工作，同学 B 找到了一个很平庸的工作。 A 先生每天努力赚钱，攒买房子的首付钱，而这个同学 B 还是每天专心打游戏的月光族。5年后， A 先生如愿在家人的帮助下，在自己的努力下，首付了60万买下一套140万的心爱的房子，然后他就进入了每月辛苦还房贷的日子。而这位同学 B 那时才刚刚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结果过去2年，他们当地的二手房价开始快速下跌，而他所在的公司又开始裁员，结果 A 先生丢了工作，实在付不起房贷的 A 先生不得不把他的房子放到市场上卖，卖了很久才终于以80万卖掉了。令他难以接受的是，80万买他房子的正是这个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学 B。
同学 B 这些年一直喜欢 A 先生的这个房子，这些年同学 B 好不容易存了20来万，于是他就用这20来万做首付买下了这套房子。因此 A 先生在视频中感叹说，自己辛苦这么多年攒的钱都赔进去了，到头来自己什么都没有了，而一直不如他用功努力的同学 B 现在却拥有了他心爱的房子。那么你认为命运是不是对 A 先生不公呢？当然，我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不光是为了讨论什么是人间的公平，不光是为了讨论这个哲学命题。最近我看到一组惊人的数据，让我意识到目前在中国和 A 先生有类似经历的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中国目前的很多经济现象都可以从中国的这组房地产数据中找到解释。多年来，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数据是，中国家庭60%到70%的财富是在中国家庭的房屋资产上的。而体现家庭财富的关键数据不是新房的售价，而是中国二手房的售价情况。中共最近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5%到7%不等。但是了解实际中国市场情况的人都清楚，房价实际下跌的状况要远远比这个官方统计数据展现的要残酷很多。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份中原证券发布的中国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外加香港这5个城市的二手住宅价格的指数。中原证券以这5个城市在2008年1月的房价为各地的基准点，然后统计了从2008年到2024年这16年中的房价变化。从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些城市都是在2021年上半年到2023年上半年这2年中达到了房价的历史最高峰，然后在过去1到3年中，房价从高点快速下跌。目前几乎所有城市的房价都已经跌到了大约2016年中的水平，其中深圳的房价已经从最高点下跌了37%，而其他城市的房价也都从历史高峰下跌了约1/4。这个数据统计的还是北上广深和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这些城市在中国还是属于那些有实际住房硬需求的城市。而那些人口大量萎缩的东北城市，还有那些人口大量流失的中国3、4、5线城市，那些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其实目前基本已经进入了有价无市的停滞状态。我们姑且假设，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和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一样，他们的二手房价都跌到了2016年或2015年的状态。在这个假设下，中国目前有多少房产是处于负资产的状态呢？所谓负资产，就是指那些目前的市场价格已经低于当年买入房价的房子。这些房产不但没有给家庭增加财富，反而在消耗家庭的财富。网上另一组数据显示，中国过去20年总共销售了大约2.25亿套商品房，其中有52%是在2015年到2021年这6年，也就是中国房价最后暴涨的这一轮售出的。也就是中国销售的所有商品房中，有超过一半的房子是在2015年之后的高点买的。而在房价达到最高的2018年到2021年这4年中，出售的房子占商品房总数的1/3。目前这些房子，也就是中国1/3的商品房，基本都处于负资产的状态。对于那些还能付得起每月房贷的人，虽然房屋价值账面上的亏损不会直接影响这个人的日常生活，但是看到自己房屋价值不断缩水，这个现实绝对会打击这个人的财富感。在房价下跌时，没有房产租房住的人没有明显的财富损失的感觉，但是拥有房产的人财富流失的感觉就会非常明显。但是中国偏偏是世界上家庭拥有房产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大约有65%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而中国有93%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这就意味着，在过去2年，随着中国房价的普遍下跌，高达93%的中国家庭
将真切体会到自己的财富在缩水。而那些拥有多套房产的富有家庭，房产越多，在房价快速下跌的情况下，他们财富流失的感觉就会越强烈。而这些富有家庭正是过去中国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的主体人群。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通常不是收入驱动的，而是由人的财富感驱动的。而财富感通常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2个资产都是1000万的家庭，如果一个相信自己的资产明年会自然涨到1100万，而另一个认为自己的资产明年会萎缩到900万，那么这2个目前拥有同样财富的家庭，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态度绝对是不一样的。目前中国的消费现实是，中国93%的家庭的财富在萎缩，同时越富裕的家庭，拥有房产越多的家庭，他们的财富萎缩的幅度越大。这就是目前中国消费市场，特别是高端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的一个根本原因，也变成捅破中国众多资产泡沫的根本原因。中国网上流传，中国目前有7大泡沫正在破裂。这7大泡沫中，除了我们都能猜到的中国房地产泡沫外，白酒、茶叶和翡翠等东西也被列入正在破裂的泡沫种类中。据说某些茶叶比房价还贵，但是那完全是一群投机的人把这原本并不稀缺的东西给搞到了离谱的高价。有人估计，就广东现在普洱茶存货，预计未来8年都喝不完。另外，最近中国茅台的股价暴跌，有人分析是因为最近茅台酒的市场价格在下跌。据说散瓶飞天茅台的价格过去3个月一口气跌了200-300，但是相对于每瓶2500元的茅台酒下跌10%，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恐慌呢？因为茅台酒在中国是被一些人当成了投资产品收藏的。估计目前在民间收藏了约1亿瓶茅台酒，总价值是数千亿。过去很多人坚信茅台长期来看只涨不跌。一篇2021年的声称是深度分析茅台酒收藏投资价值的分析报告声称，茅台酒存放1年平均自然增值率是11%，茅台酒近10年收藏平均年化率为30%，简直就是暴利。不管是高端茶叶还是高级翡翠还是茅台酒，他们的高价主要是由他们的投资价值主导的。但是任何投资价值都需要一定量的消费价值来支撑。来自圆其说，过去这些年支撑这些消费品的消费价值的主体人群，就是中国那些少数高端消费人群。但是随着这个消费人群的财富感萎缩，他们的消费调整将捅破中国众多的如茶叶、翡翠、茅台等资产泡沫。现代经济和金融引发的社会突变经常是出人意料的，因为人类总是高估自己的认知，低估众多金融现象间强大的耦合关系。中国经济目前面对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癌变的开始，只是很多人选择不直面问题的严重性罢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